科尔森上校跟我转达了布兰德利将军的意见。作为那批皇陵藏宝的交换条件，你、我们2个人将作为美国国防部亚洲事务中心的高级顾问，受到最高级别的政治保护。明天，盖尔森上校要和将军单独通话，让他在受任书上签字。这算是基本上满足了我们的条件。施兰很清楚，国军溃败之时，翁次长早已给自己铺垫好了退路。他会拿美国人作为幌子，编造最具诱惑性的谎言，利用自己成为最后的棋子。但事实上，施兰有了一整套的计划，在这个计划中，翁次长才是真正的棋子。快来！哎呀，我看看。尤真，漂亮啊！以前整天拿着麻子脸对着大家，现在一家伙变回来的，哎，蛮有姿色啊。你瞧瞧，哪有这种人当着自己老婆面夸别的女人？不想活了，这是。黄花荡漾之时啊，却总有门神锁住春光。已婚男人的悲哀莫过于此啊！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他们是欺负我麻子脸没男人是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坐吧。好，坐。尤真，你召集大家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李从文在坝下镇，他还活着？能活多久就不知道了。他想策反萧月，结果却被抓起来，当众处决。我没能救成，却赢回了些时间。我想萧月应该不会杀他，而是守株待兔，等人去救他，好一网打尽。怪不得满世界的密哨呢。现在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救不了他，所以才把大家叫来，一起商量对策。你不是说，萧月已经在守株待兔了吗？所以找谁当帮手都不行，只能找你们。救出从文，我们就只能跟他了。那就等于没有别的路可走了。6年过去了，人们已经把我们忘记了，我们都变成了彻彻底底的老百姓，孩子们也大了。现在让我们现身，而且是在共产党面前现身。有真，他们可很快就是新政权了。这好不容易漂白了，现在却要跟新政权兜底。有真，我知道，我没有勉强大家，一切都凭自愿。其实之前有一个共产党跟我在一起，但我让他回避了，就是因为这个。你听我把话说完，咱们这些人曾经一个个冒死反叛，为了什么？为了真正的过生活。我理解，大家能够活到现在，真的很不易。如愿以偿过了6年日子，知足了。各位，当初共产党能为咱们玩命，咱们为什么就不能跟着共产党赌上个未来呢？你也是啊，尤真。大伙强调付出，这无非想选择这个英雄的气质。结果大伙铺垫一半，你就下结论。我们能有今天呢，那都是从文所赐。他有难，能不管？哎，那你们要不要见一见跟我在一起那共产党？哎，这见之前，我要不要先换掉这身资产阶级打扮呢？一见到这位共产党，我立马揭批你的腐朽生活。其实这个人你们都认识，他是峦山游击队的队长江红英。
大哥，我进去给我家男人送口吃的。你家男人谁啊？这不，你也不给我留一个。开什么人？别动！别找。这印证了我的话，来的都是高手，把神经给我绷紧了。立正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站起。大家都给我听好了，有迹象显示，那个共产党要犯的同伙要来劫狱，弟兄们，必须提高警惕，大家听清楚了吗？加油！小袁，还记得以前吗？我们经常被别人捆在一起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进了。我说过，我不会放弃你的。都这德行了，还打感情牌？当初你是怎么给何佑珍做统战工作的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，他知道你的身份了以后，为什么没杀掉你？因为我们有了感情。所以说，你是个善于利用感情达到目的的骗子。但是对不起，何佑珍吃这套，我不吃。从文，其实你的情感也很迷茫。我现在相信你的话了，你的确不知道那个马脸婆是谁。我们都一样，都在猜测。但是你被这个猜测弄得万分纠结。何佑珍若是已死，你会负疚终身；他若还活着，你们俩又该如何面对未来？我期待在你人生的最后一刻和他重逢，天罗地网，我等着。别瞎分析了，你赢不了。除非你能从我手里飞出去。凌晨3点准时行动，行动时长为15分钟，分头行动。我在想一件事儿。什么？你说这世上没有纯粹的情感，那你跟从文呢？我们太过复杂，只能选择纯粹。走。
全部起床，准备换岗。哎呀妈呀！营长，营长，营长！攻打幺半面前，余亮搜索后山，立即封锁正北门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看路径，他们是要以神女峰为端线展开搜索了。这就对了，还真让你说着了。警报一响，咱们就出阵。咱们走吧。走。何佑真，何佑真，何佑真，你为什么不联络我？一点音讯都没有啊！你公平点行吗？我怎么联络你？想联络就能联络。你告诉我。你为什么不联络我？啊？你可以有10000种方法让我找不到你，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活着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都在想你，每一天晚上我都在想爆炸的一瞬间你所处的位置。我就是想找一个答案呢。翻了那么多资料，我都快变成物理学家了。我想给自己一个希望，给自己一个答案，证明你活着。可是我就是求证不出来。崇文，崇文，崇文是你叫的吗？李崇文是你叫的吗？何佑真，如果是我要没有性命危险的话，你是不是就不现身了？你是不是这一辈子就不现身了？在杂货铺，我看见你那麻子脸的时候，我就一恍惚啊。可是你呢？你对我视而不见。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对我视而不见吗？你怎么就能做到对我视而不见？那你希望我怎么样？出来抱住你，告诉你我是何佑真。最起码你能给我一点暗示吧？我有时间吗？刚路过家门，江红英就被抓了，我连办法都还没想出来呢，你又被抓了。你不给我时间，你赖谁？怎么没有时间？就江红英的时候，我左躲右躲，我躲了一上午，这不是时间吗？你还好意思说救人呢？你那分明就是自投罗网。我们说的是这件事吗？我们说的不是这件事。既然我们讨论的不是这件事，你就不要老在这件。行了，你看你又开始絮叨了，我们又开始吵架了。看到你在我面前，还像个大男孩一样，真好。摆事实讲道理嘛。好了，我认输。至少我知道，这些年你一直都在想着我。你说的没错。我是故意不联络你，我只是想验证一下，时间是否真的可以慢慢消减掉思念，让人忘了一切。不过现在我验证出来了，时间可以消灭一切，这是条伪真理。佑真，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？我过得很好，麻子脸可以帮我掩盖住一切。这些年，在我的脑子里演绎过很多种重逢的情景，一个比一个浪漫。可我没想到，在现实的情景中，就是从大石板上卸下来一个动弹不了的肉坨子。你对我的比喻，永远都是那么恰如其分。不过，
蟹肉坨子的情景，倒是跟麻子脸比较般配。想什么呢？在向我演绎的浪漫情景中，用的是哪张脸？可以是麻子脸，不过要很快的卸掉，露出你本来的面容。受不了麻子脸？不是，是因为我太想见你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萧月也问过这样的问题。默默相守，寂静永远。你确定你的心脏没问题了？老毛病了，要有状况我会有感觉的。嗯，我起草了一份特别令，您帮我签字。联合行动由国际处管，你就有签字权啊？我是新官上任，太露锋芒了，不合适。挖掘物品，我写为日军遗留的化学剂，合适吗？总不能写明是藏宝吧？喂，是我。徐主任，有个编外号码说是找您的。编外号码我不接。可是对方启用的是特 A 级密码呀，您看这……接过来。啊。情况就是这样，李从文、何猷珍一众暂时脱离视线，但我已经通知山区所有哨岗，并立即调集所有人手进行地毯式搜捕。萧月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居然把人放跑了！萧月说他怀疑，当初的漏网者忽然前来霸下，可能是觉察到了什么。那是他编瞎话呢！我看这个密就是他写。您要相信我安插的人是忠诚的。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酒鬼。是啊，夜长梦多。我们现在应该立刻展开联合行动。没有授权函，我们不能先做动作。什么时候了，还执着于谁先谁后啊？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我们的后半生都拴在这根线上，不得不格外谨慎呢。这些年。你把藏宝图攥在手里的，不就是为了防备我吗？我说什么了？对此我说过什么呀？那是因为你心里明白，藏宝图仅此一份，一毁俱毁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咱们别都闹得不愉快。只要您心态端正，就不会。你是在质疑我？我只是坚持原则。受人还没有到，我们就不能先有动作。可是现在秘密已经泄露了。再说萧月，他未必能抓到这些人。翁司长，我们都是经过风浪的人，不是吗？小马，帮我出趟车。前方有怪。
施主任，翁司长在途中发生车祸，本人重伤，司机轻伤，肇事者弃车逃逸。谢谢你，小马。应该的。我来看你来了，翁司长。很久以前，高处长问了我一个问题：如果处里同时有2个人禁止处长，一个还有3年就要退休，还有一个年富力强，2个人都视我为左膀右臂，我应该帮谁？我回答不出来。于是他就告诉我说，当然是帮那个混退休的人。原因很简单，年富力强的上了，我永远都在他之下；而那个混退休的上了，3年之后，这个处长就是我的。也许你现在再也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了，可我仍然有很多话想对你说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游刃在最肮脏的权力关系之间，从一个小人物变成了现在的我。这一切都是你们的恩赐。你，高处长，于主任，你们的恩赐，是你们教会了我如何找到通往成功的捷径，那就是跳脱出人类本性之外，将一切的情感左右成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工具。最后一步棋，您没走好，宁七郎，别气笑。巡山组以最快的速度拉了封锁线，没道理搜不到人呢。从神女峰到后山，12个哨所，封锁线也是无缝连接，除非共产党没走这儿，否则没道理啊。没从这儿走，也不会，不走这儿就得走韦驼岭，那可是天险啊。报告，韦驼岭上岗急报，那里遭受袭击，若干工具被劫。
好好休整一下，过了这片山区呢，我们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难题了。宋文啊，咱们接下去上哪儿？我们穿过这片山区，找最近的党组。国民党的飞机是不是跟我们来抢时间了？我是真不想说脏话。别人都可以说。他奶奶的！我们还得再从悬崖上翻回去啊！你不用回去，你去送信。这趟我是玩惨了。明天一早我就离营，向上头请罪。别，您别紧张，他们就靠这些简单工具过不了委托令。我坚信你们都摔成肉酱。你不了解这些人，他们既然敢玩命，就一定经过概率算计，至少能保证有一个人穿越天险。什么来着？走你的，走。施兰知道这场行动都是骗局，时间是成功的关键，萧月是时间的关键。为此，他可以对萧月表演出最温暖的情感。现在我来了，就表示一切都快结束了。可是李从文他们跑了，我怕秘密，所以要抢出个时间差，一切都要抓紧时间。但是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只要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开掘工作已经按部就班，这次任务，国防部授予了最高权限。力保在1周之内全部完成任务，所以，即便秘密已经被泄露，我们也能赶在共党做出反应之前，把它全部结束掉。好在这片区域，现在还是我们的地方。真正的藏宝埋在哪里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在哪？当初反叛者受到障眼法的牵引，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推理，找到了赝品埋藏的地方。客观来说，他们已经够聪明，但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这些人最大的通病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最难的方向去想。事实上，真正的藏宝掩埋过程是非常仓促的。对。赝品是在藏宝掩埋之后伪造，在你们受命去霸下之前秘密掩埋的，而那时候，藏宝者才针对那些聪明人，规划出了障眼法的方案，也就是霸下镇重建的布局。反叛者识破了布局中的玄机，恰好也就中了计。正所谓一叶障目，他们在复杂的推理过程中，却忽略掉了一个其实并非难以发现的细节。霸下镇底下地道纵横，但却没有一条从晒谷场穿过。晒谷场。答案就是这么简单。幸亏反叛者里没有头脑简单的人，否则还真不好说了。
整个隔离区之后都会拉网封闭，以备在出现非常状况之时，既能够由内向外的观察情况，又能够阻隔入侵者的快速突入。隔离区为方形，4角都要搭建瞭望塔，拉网会在东北侧瞭望塔方向留有10米长度的空隙，形成出入口。操作区位于隔离区正中位置，四周用砂石垒砌成工事墙，顶部又油布封闭。南端为出入口，顶部也有油布遮挡，保证整个开掘过程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。藏宝对外宣称是日军遗留的化学剂，开掘之后立刻装车，并送入一艘预留的运沙船，混入其他船只一同离岸。我们有多久没见了？很久了。我一直都在想你。坐。我有个疑问，这不是外事处的任务，对吗？石兰，你不要骗我，这根本是你利用职权，假借外事处的名义，瞒天过海。我为什么要骗你？我私下来找你，就是想向你坦诚这些的。小月，这是我们俩共同的秘密。徐蚌会战之后，我们党的大势注定一去，我不得不为我的将来努力。我的将来，也是你的将来啊！用国宝换将来。这批国宝让多少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要用它们得到我想要的。我想，你比我更加感同身受。我们效忠党国得到了什么？组成5-2个部下想要反水，说杀就杀。可高层们个个削尖了脑袋往台湾跑，你以为他们真的是为了过去建立反攻基地吗？你信吗？没错，我的确是在以权力谋私，可我至少在利己之余还在为你。小月，我的时间并不多。事实上，我已经离开了国防部。在我离职到继任者上岗，只有10天的真空期，而现在已经过去了1天，所以，我请你帮帮我，帮我，也就是在帮你自己。小月，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你。无论你怎么看我，但对我来说，你都是我生命中唯一值得拥有的男人。对，我的将来，也是你的将来。
对不起，我脑子很乱，你让我再想想。我只给你1个晚上的时间。其实，要颠覆自己，只需要跨过1个台阶，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。别嚷嚷，否则割喉。别嚷嚷，否则割喉。我没猜错。施兰来这里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苍宝要开启了。萧月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你真的做到了，甘心吗？如果国宝要流失出去的话，你就是一个罪人。当然，你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酒鬼，一滩烂泥，没有良知、没有人格的人。李从文，你别给我来这套。萧月，我跟你说这么多，是因为我不想放弃你。我知道，你也有一丝恐惧。萧月，很多道理我们都懂了，你也别再执迷不悟了。妈的，为了不让你晚节不保，那片悬崖我们他娘的爬了2次。各位旗主，我们能理解，就算性命相拼，我们都能理解。但若是卖国，连九泉之下的小北都会以你为耻。你他娘的给我闭嘴！何有贞，我是个瘸子，爬不了，能把刀放下吗？李从文，我问你个问题：你的组织若知道藏宝还在，会怎么对付我们？竭尽一切可能，保护国宝。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从客观的角度来讲，争抢就避免不了国宝的损伤，这一点是你我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。从民族的角度来讲，我不想对付你，而且希望跟你在一起，对付贪婪的掠夺者。我想我的话，你应该听得很清楚。施兰带的是国防部的特别令，所以我会有很多掣肘。
我能做的是，只有在你们的行动中，暗中为你们铺垫退路。别他娘的这么看着我，我比你们更清楚这批国宝将会面临怎样的厄运。就算我萧月是滩烂泥，我也分得清最起码的荣辱。萧月，你曾经是我们的长官，我们愿意选择相信你。你们都姓贡了？至少都憧憬过成为他们那样的人。红英啊，秦参谋长来电转告，坝下镇的情况已经汇报上去了，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，说了会以最快的时间给予部署。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抚顺路在戒严，什么情况？17军军长左成武要路过这儿，第3师密谋策反，被镇压了。他非常紧张，说了要亲自过去坐镇呢。红英，喝点水。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党就展开了对文物的保护工作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啊！就在前一段时间，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就在北平被围之际，进关了紫禁城的大门。你猜怎么着？文物一件没少，全留在了院里。这躲开了颠沛之泪啊！我明白，但是从各方面所获的情报来看，坝下镇的这批宝藏，并没有纳入到千台文物的序列之中，甚至都无人知晓。而这说明这个秘密依然掌握在一小撮人手里，而这一小撮人很有可能是要拿着藏宝去做见不得人的交易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所以何尤珍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敌人对坝下镇以及坝下镇周边的管辖管得非常的周密，派一支骑兵队伍下去，随时了解情况，随时进行部署。报告，政委红英同志，秦参谋长刚刚转发过来中央的批示，情报翻译如下：为防止国宝流失国外，前方行动可因事而定。好，马上把消息传出去，传给国民党内部的开明人士，让他们向上施压。这个过程可能有点长，而施琅肯定会速战速决，时不待人，还得找一个能够起到直接作用的人。这个交给我吧。在中共组织铺下大量工作的同时，江红英决定还是要搏命一拼，拼的是国民党军心涣散，面对正义的晦涩，拼的是共产党人舍己为国的气节，必胜的信念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拦车？共产党员江红英，找您办事儿。既然你是目击者，我也无需隐瞒。这件事在你之前我就知道，施琅最先告诉的是我。他有军委的特别令，事先通知是杜绝您闻讯介入的可能性。祖将军，我的诉求很简单，就是让国宝上您的船，而不是国贼的。我们的确是在征战，可是有些事情同为国人，应该有共同的底线。
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整个行动结束以后，不要想我，也不要再试图找我。如果你爱我，就成全我，让我默默地看着我爱的人幸福美满，跟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，直到终老。相信我，我是衷心的祝福，因为你们的光荣而光荣，我会与这份光荣默默相守，寂静。圆满。大爸，整个过程，我们都在三处瞭望塔拳脚视野之下，大家一定要格外小心。好。他们都死了，都死了，是我把他们叫来的，是我把他们叫来的。有人，我们先出去，出去以后再说，好不好？曹文，你还看不清吗？我们现在出不去了，萧爷背叛了我，我们现在出不去了。现在只有拼回去杀起一个是一个。走。我这一生从来都没有失败过，不管你们信不信。
这是事实。起来！这些人我都认识，他们早该死，6年前就应该死，和你们一样。你利用了他们的情感，你才是杀死他们的罪魁祸首。他们死得其所，他们曾经失足，他们用救赎让灵魂上了天堂，死得其所。你的这把小刀，6年来我一直随身携带，可我一直都用不太好。你少了它，就像少了一只手，武力大减，对不对？你一定很不服气。当时要是有它，小马也不见得能擒住你，对不对？施兰，你是个畜生！爱一个人让你变成这样，你真可怜。可怜的是你，藏我的东西，因为你羡慕我；羞辱我，也是因为你羡慕我。你想像我一样有人爱，但你没有，永远都不会有。可怜。施兰，你放了他！你放了他！施兰！要战！把枪给我！闪开，闪开！还敢反抗？我现在就毙了你！施兰的残虐让萧月在触目的血腥中寒冷彻骨。萧月看见自己跟他一样邪恶，如他一样的肮脏。他们是腐烂的土壤扭曲成的恶魔。此刻，他真的想要回头，真的想要逃离这个比死亡更为可怕的孽海。
不奢望游出地狱，只想要留住自己将要丧失掉的最后一丝人气。呀！你这个畜生！我不愿意放弃的，原来是个畜生！我掐死你！啊！你们该我的，你们该我的。我也想换个地方忘掉过去，一切都忘掉。畜生！打死我吧，让我死吧！我和友人分开了6年，短短的重逢，竟成了永别。我该死，砸死我！我甚至来不及给他一个承诺。你这个畜生！你这个畜生！将军，我跟一些朋友探过风，对施兰、国防部的态度都很微妙，信息也很模糊。最具体的一条，也只是暗指他有可能被调职。这些信息涵盖了完全相反的2种可能：第一，施主任正在执行一项绝密任务；二，国防部正为牵扯到他的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情，在做暗中协调。您怎么判断？我无法判断，国防部难保没有一些见不得光的交易。喂，你好，请稍等，将军。我是祖成武，施小姐。外事部的这次行动已接近尾声，但在过程中，由于共产党挑唆，我们和霸下防务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我打这个电话，就是希望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声音，都请您明正视听，泰然处之。苏军长，出于朋友的身份，我想说句不该说的话。这次行动，如果出现半点差错，我万劫不复。若是如此，我私下压着太多的材料，就会落在别人的手里。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想说，非常时期，任何事情求的是你好我好，大家好。所以您打算置身事外了？可这里是前线啊，我怎么敢出岔子？2党和谈至今没有结果，谈成也就罢了，若谈不成，前线任何纰漏都会扯出因果关系，成为别人推卸责任的借口，尤其是有共党搅和在里面的事儿。其实你已经有了清晰的判断了。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你睡吧，我掌握着时间呢。每40分钟有一次巡逻，
我们能挺多久？怎么也得挺到江红英出现吧？跟他约定的时间都已经过了。没过，手表进水了，不准。你闭嘴吧，我能算得出来。我们怕引起误会，以至于有不必要的冲突，毁坏国宝，所以把希望寄托于你党开明人士的手中。但是这样会跟我一样，遭遇到难以预料的坎坷。苍文，当初你潜伏在我们当中，真的别无二心吗？我的任务就是跟你们一起保护国宝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批国宝不属于哪个党派，只属于这个国家，就这么简单。是啊，复杂的人往往不懂得简单。苍文，别放弃我，带我一起走。你欠我的，他们的灵魂都得到救赎了，唯独剩下我。我恐怕谁都带不走，我已经无能为力了。我欠你的，我想玩命，带我一起死，带我走出我的地狱。小月，我很痛苦，我真的很想他。尽量不要暴露身形特征。你的身形特征比我更明显。靠近我点儿，这边光弱。沙场有多少你的守卫？10多个呢。为了避免传统代工，都是由各班随机抽调，他们相互之间都不认识，很容易混过去。有了这些家伙，我们就够拼的了。明天早上6点，炊事班会经过军火库，按反向路径送测。届时，我们依然跟前面一样，藏起车底，直到最后一站隔离区。等士兵们吃完宵夜，点完数，咱俩就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了。不会再出现问题了吧？不会了。小远，你要是赎了罪，这就是最后的惩罚。如果没有，这仅仅是开始。明天我拿下石兰，你炸毁藏宝做要挟，逼退他们。小远，别跟我争，你跟藏宝在一起，活下去。我挟持石兰，他住隔离区，只要跟藏宝拉开距离，
怎么都好办。仇，我来替你报。我就跟石兰同归于尽。这些藏宝，石兰，带着他们滚出去，否则我让你人财两空。我如此眷顾于你，你却防我。跨过那道台阶就是无间地狱，我看到了，所以跨回来了。我唯一真心想做的事情就是带你走，真可笑。既然让何由真说对了。既然就真的没有人爱，石兰，撤出霸下，是你唯一的选择，滚出去！萧月，我不再幻想爱情，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很可怕。我再说一遍，滚出去！石兰，叫他们住手，否则我就炸毁藏宝，让你前功尽弃。李从文，我现在命令你卸掉身上所有的雷管，并且举手投降，不然我就再让你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人死去。石兰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。1、2、石兰，好了，我听你的。真可悲。他要是真敢炸毁国宝，就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可现在，2具无用的肉身。小雨，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到白头，那我就让你跟他死在一起吧。
动，非法，立刻解除武装，向我方投降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在大夏镇的行动也非法，立刻解除武装，向我方投降。石兰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下武器投降吧。别过来！谁要是不过来，我就炸毁这些国宝。我为他们付出了多少代价？现在，最后这一切都毁在你们的手里。石兰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下去。我早就决定好了，不能成功，我就跟这些国宝同归于尽。你们谁也别想得到。你别过来！你这么做还有什么意义吗？你再走近一步，我可就拉引绳了。拉！没那么容易让你死。雷管是空的。没错，我不敢炸国宝。既然是要挟，我怎么能让它爆炸呢？小月，从文，经此一别，我们也许就没机会再见了。这一点，我比你要乐观得多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拉我出地狱。小月，谁都不要谢。如果要谢的话，就谢你自己。是你自己战胜了你自己。后会有期，兄弟，后会有期。从现在起，我就把它移交给你们了。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失败过，所以我诅咒你们都会像沈月红一样。
共产党从小米加步枪一步步壮大起来，如今即将获得最后的胜利。为什么？他们的强大不在于武器，而在于拥有崇高的理想，并且永不动摇。